除了留学生问题，近期中企赴美上市当中出现新情况，也备受各方关注。6月底，中国移动出行平台滴滴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交易。本月初，因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滴滴接受国家监管层的网络安全审查。此后，多家企业传出暂停或延后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消息。上周二，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强调抓紧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压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上周六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一条还提到，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商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滴滴出行等企业的监管，是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新阶段，进一步完善对上市企业监管政策的一种表现。但西方舆论却选择性忽视此类监管欧美国家早就在做，而且更严格的事实，硬是做出变了味儿的解读。英国金融时报借此揣度所谓中国赴美上市亮起红灯。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采取行动来限制此类上市，凸显出北京和华盛顿方面对技术、数据保护和安全的未来存在不同看法。而随着美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信任鸿沟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都可能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美国商业内幕更是耸动地提出，这是所谓中国战狼进入了华尔街。还有些反华的西方媒体借机渲染所谓谁在买中概股谁就是白痴，企图让国际投资者远离中概股。我们国内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也正在健全和完善之中，所以美方对华的许多的行为总是给予一种预先设想的诋毁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去解读，将中国规范国内既有的商业秩序的行为解读为一种破坏性的行为，这再次反映出来美方在对华的认识方面以及不同领域的交流方面，还没有摆正心态。实际上，对中概股亮起红灯的恰恰是美国。去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旨在迫使中企接受由美国监管机构负责审查的年度审计制度，否则就从美国退市。同年11月，特朗普政府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参与和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相关的交易。拜登政府上任后，更是继续扩大这份所谓涉军黑名单。而说到数据安全，美国更不可靠。就在今年5月，丹麦广播公司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麦国防情报局接入丹麦互联网，获取原始数据，从而能够秘密监视监听目标国家元首，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瑞典、挪威等盟国领导人和高层政治人物。丑闻踢爆后，法德首脑曾在记者会上愤怒向美讨说法。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围绕滴滴风波，有美国媒体近日妄议，所谓战狼外交来到了华尔街。您对这种荒唐说法有何评论？美国媒体非常善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抓取受众的眼球，实则其内在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行文看似娓娓道来，实则处处夹带私货。作者莱内特·洛佩兹，我翻阅了一下他以前的文章，以商业品牌评论为主，可见他既不懂战狼，也不熟悉外交，使用这个标题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他吃瓜的用意，让这篇文章有一种所谓的神秘感。当然，这篇文章的水平虽然不咋地，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及西方社会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中国的方式。我之所以说这位作者是在吃瓜，是因为他还没有搞清楚所谓滴滴风波的事件本质是什么，就着急忙慌地将此事置于中美大国博弈脱钩论的话语体系里进行论述。实际上，所谓滴滴风波的本质是中国企业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成长遇到的新问题，而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其规管，完全是站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是站在保护广大消费者的角度，是市场监管者的逻辑。滴滴公司很快也发表回应，表态会协助有关方面进行整改。政府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进行查缺补漏的这种良性互动这不是在人类商业社会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吗？
美国媒体由此快进到了中美脱钩的剧情，扣上所谓战狼外交的帽子，显然是在给自己加戏。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当美国的一位业界观察者开始撰文，用大国博弈的视角去解构中国的市场规管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国际市场的焦虑情绪。但我也希望国际投资者一方面能够读懂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政府正在给中美经贸往来频频设置障碍的客观现实。正在引发市场焦虑情绪的，恰恰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美国方面。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